最近第83集团军某旅的实战化演练视频刷屏全网，画面里特战队员手持步枪，保持瞄准戒备，踩着一款全地形电动滑板车快速穿插，悄无声息间完成突击任务，彻底颠覆了传统步兵徒步突袭的模式。但评论区却吵翻了天，不少网友直言，这玩意儿看着跟玩滑板车没区别，上了战场真的靠谱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际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首先，咱们先理清一个误区，这款全地形电动滑板车绝非民用滑板车的军用改款，而是国内顶尖军工企业自主研发的军用级全地形电动 ATV。它采用分布式独立驱动技术，4个车轮均搭载轮毂电机。每个电机峰值功率4000瓦，满功率输出相当于一辆16千瓦的小型全电越野车，爆发力远超普通民用滑板车。在核心性能上，它最大爬坡度70度，能轻松翻越陡坡，垂直越障200毫米，碎石、浅沟等障碍不在话下。涉水深度300毫米，暴雨天气也能正常作战，最高时速可达70公里。比传统徒步突击快数倍。续航方面，越野路面能跑80公里以上，铺装路面超过120公里，搭配 APU 辅助动力系统，续航可轻松突破300公里，完全满足特种作战的机动需求。更关键的是它的便携性和防护性，整备质量小于150公斤，采用可折叠转向把设计，直升机一吊挂就能运输，能轻松适配各类一线投送平台。IP65 防护等级意味着沙尘暴、暴雨等恶劣环境下，它依然能稳定运转，不会因环境影响掉链子。最亮眼的是，它采用电动驱动，几乎零噪音、零热信号，这在战场隐蔽渗透中，相当于给战士们加上了一层隐形 buff。除此之外，它还搭载国产自研的4轮毂电机驱动系统，搭配独立悬架体系，能根据路况智能切换2驱和6驱模式。山地丛林、城市街巷等传统摩托车、装甲车无法通行的区域，它都能来去自如，适配多种复杂战场环境。而且它的成本优势明显，据业内综合分析，单台量产成本仅为欧美同类竞品的1/3，真正体现了性价比拉满。了解了装备特点，咱们再来看它的作战优势，核心聚焦3个方面。第一，解决特种渗透最后3公里难题，保存战士体力。全球军事领域一直有个难题，特战队员通过直升机投送到任务区域外围后，如何快速静默地渗透到核心区域？传统的摩托车、小型装甲车噪音大，燃油发动机产生的热源信号明显，隐蔽性几乎为0，很容易暴露目标。而徒步突击，战士们背着40公斤的装备，在含氧量不足海平面50%的环境下，体能消耗极快。据预研实验数据显示，传统徒步单元在复杂地区执行突击任务需要45分钟才能到位，且到位后战力只剩约60%，很难完成高强度任务。而电动滑板车就恰好解决了这个痛点，零噪音、零热信号的特点，让它能实现静默突击，战士们踩着它能以2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速度穿插，15分钟就能抵达目标区域，且到位后战斗力评估值高达95%，近20分钟的时间差，往往就是完成任务和全军覆没的分水岭。它能帮战士们节省大量体力，让大家以最佳状态投入战斗，这就是它的核心价值之一。第二，联动无人装备，完成体系化作战，高效接收阵地。它不只是一款代步工具，更是一个智能终端，能与无人侦察车、扫雷车、机器狼等无人装备联网协同，实现数据链共享。在城市巷战中，先由无人破障车、扫雷车开路，打造安全通道，再由暗影侦察机器狼浴血打击机器狼，全面清除敌方威胁。空中还有侦察无人机、无人飞枪配合扫荡。当无人装备确认区域安全后，会将实时信息同步给滑板车终端，生成安全路线。战士们踩着滑板车穿越碎石等复杂地形，快速抵达前线安全区，顺利接收阵地。这种无人装备冲锋、滑板车送兵的模式，完美切合未来有人与无人协同的作战趋势，大幅提升作战效率，降低人员伤亡风险。
第三，紧急运送物资，成为前线小队的移动补给站。未来战场不再是坦克、装甲车冲锋的钢铁洪流，而是化整为零的小型化编队作战。机器狼、无人飞枪等装备难免会出现弹药耗尽的情况，贸然出动大型物资车很容易被敌方打击。这款滑板车隐蔽性强，不仅能搭载特战队员，还能拖挂150公斤以上的物资。常规汽车无法通行的区域，它能来去自如。关键时刻，它能快速向前线小队运送弹药、医疗用品，解决补给难的痛点，为战士们提供及时支援。对比美军2020年测试的 EZ Raider 滑板车，乌克兰战场上的民营改装滑板车，咱们这款滑板车不追求一车多能，而是精准聚焦在了战术需求，用极致的专注补齐了战术链条上的致命短板。其实这款全地形电动滑板车早在2024年8·1建军节的首届枪王挑战赛上就已经亮过相了，而且当时它还不是最亮眼的。那场赛事里，解放军的特种装备简直扎堆炫技，每一款都藏着惊喜。先给大家科普下这场枪王挑战赛，它可不是普通的军内竞赛，是在陆军步兵学院举办的，解放军新闻中心、中国军号、中国军事网全程转播，让我们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三军 Tier 1级特种部队的风采。说白了，这就是一场特种装备秀，而电动滑板车只是其中一个小配角。首先是海军小队的伪装神器，炮头是仿生无人机，这款无人机长得跟燕子一模一样。惟妙惟肖，手抛就能放飞，还能扑翼飞行，远看就是一只普通的飞鸟，隐蔽性直接拉满。它的作用是战场侦察，街边小队渗透时放飞这架仿生鸟，就能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实时监控任务区域，构建战场地图，给队员们提供精准的目标指示。对比普通侦察无人机，它的优势就是不显眼，敌方很难察觉，堪称战场隐形侦察兵，这也是海军小队渗透环节的最大亮点。还有海军小队的武器装备也藏着不少细节，他们是典型的6人特战小队，3名步枪手、1名狙击手、1名副射手、1名机枪手，分工明确。步枪手用的是 QBZ-191突击步枪，其中2名搭配消音器，1名用短管 QBZ-192作为室内突击手，狙击手用的是 QBU-191精准射击步枪，还穿着类似于俄军 SSO 的假片状伪装服，隐蔽性拉满。几乎所有武器都加装了红点瞄准器、激光指示器和战术握把，其中突击步枪标配消音器。这也是借鉴了俄军特别军事行动的经验，既能隐蔽行动，又能在交火时占据优势，让敌方摸不清来袭方向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使用了无人手雷，其实就是微型巡飞弹，还有小型旋翼，起飞后可由队员操控，在目标上方直接引爆，既能攻击目标，也能释放烟雾、闪光，实用性拉满。说完海军小队，再看空军小队，他们的装备也很有看点。由于赛场条件限制，无法出动武装直升机，他们就用旋翼式无人机投弹、旋翼式巡飞弹，模拟武装直升机的对地火力支援。队员们从2楼滑降，模拟从突击直升机上滑降，还原真实战场场景。空军小队共12人，分为突击组、狙击组、火力组，推进时交替掩护，充分利用地形地物。还演示了9动式射击、左右手换手射击等战术。最亮眼的是攻防环节，他们用 FPV 无人机打开突破口，精准摧毁目标，再实施防无突入，高效又安全。这种战术也正是未来城市巷战的核心打法。最后说说陆军小队，除了咱们熟悉的山猫突击车，陆军小队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装备——喷气式背包。比赛中，2名狙击手占领制高点后，释放旋翼式无人机侦察，根据无人机指示精准命中隐藏目标。随后，山猫突击车突进 FPV 无人机，摧毁房屋大门。就在这时，一名队员背着喷气式背包，空中突入战场，瞬间成为骑兵，连续命中多个靶标，直接扭转战场局势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陆军突击组里还专门编入了无人机操作员，配备小型旋翼侦察无人机，既能监视战场，又能提供目标指示，还能偶尔用 FPV 无人机实施火力支援。这种无人机支援步兵的战术，也是借鉴了俄军特别军事行动的经验，能有效应对战壕清扫、巷战等复杂场景，提前预判敌方目标，降低人员伤亡。还有一个细节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所有参赛队员都蒙面，目的是避免被面部识别，保护身份信息。
这也是从实战出发的细节设计。以前总有人觉得解放军的特种装备不够时髦，但看完这场赛事才发现，我们的装备不仅实用，还紧跟时代潮流，每一款都贴合实战需求，每一处设计都藏着匠心。从2024年枪王挑战赛的初次亮相，到2026年正式投入实战，电动滑板车的升级只是解放军特种装备迭代的一个缩影，未来必然还会有更多黑科技装备守护我们的家国安宁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